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参加老师的直播课。好，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我们上个星期四学到了 Part 1，今天要学习 Part 2。我们今天来学高于、还有高原这两个词汇。好，老师看到了 Alexander 还有美丽哦，好久没看到美丽了。裴静、林子还有卡姆。有人问老师吃饭了吗？老师吃饱了啊。还有 Mandarin 同学欢迎。好，卡姆你还在台湾吗？上个星期你跟我说你在台南，对不对？好，还有 Hardwin 欢迎， Henny 欢迎。好，那么今天老师有点累，有点想睡觉，所以我们赶快来上课吧。Hello Philip， 欢迎 Philip， 我们赶快来上课吧。第一个词汇就是高于，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学过了高于的用法，我们再多多的练习哦。Hello 慧君，好，那么高于指的是某一个数值比另外一个高。那么我们如果说英文的话，我们会说 higher than。那么如果你要说 much higher 或者是 far higher， 我们中文可以加上一个远高于，表示多更多的感觉啊。卡姆说我还在台湾，现在在高雄，5月12号要回国。卡姆，你是美国人吗？你是美国人吗？ Hello 宋平，欢迎。还有一位越南的朋友，欢迎。好，老师看到春娇吗？春娇你好。好的，那么我们先来做题目，他的考试成绩。那么各位同学，成绩算是数字、数值，对不对？数字啊 ，numbers。好，高于、远，更多的意思了啊。好，其他同学，班上的。好，各位同学，这题的答案很简单，对不对？好 ，Mandarin 说他的考试成绩远高于班上的其他同学，答对了。林子、裴静、Alexander、Hardwin 说他的考试成绩远高于班上的其他同学。哦，卡姆是英国人 ，OK， 女朋友是台湾人 ，OK。所以卡姆，你这个是算远距离恋爱吗？你回去英国之后，你们是远距离恋爱对不对？远距离恋爱哦，可能是我不晓得。好，你们都答对了哦。他的考试成绩远高于班上的其他同学。对，远距离恋爱可能是吧，卡姆，我不晓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法点呢，刚刚是说高于，就是 higher than， 那么它的反义词就是低于、远低于，那就是 much lower than。所以你们用低于表示某一个数字、某一个数值低于另外一个。好，你也可以用远低于啊。好，卡姆说对，是远距离恋爱啊。好，一定很辛苦，对不对？好，我们来做题目。爸爸的，爸爸的，好，低于，低于，血压。好，这个在大陆念血压，在台湾我们会念血压，血压哦，在大陆会念血压哦，所以这个看你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啊，大陆念血压，台湾念血压。好，范围 range， 范围，正常 normal， 正常表示呢，如果你说正常，表示他没有生病，他的身体状况是好的啊，他没有生病，也没有很虚弱啊，他的身体状况是正常的。好，我们一般人都是正常人，对不对啊？好，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好，应该 should
like especially pay attention， 注意就是可能爸爸的身体状况不好，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他的身体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或者是他是不是最近失眠，或者是压力太大，所以我们应该 nee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OK， 好，Alexander 说爸爸的血压低于正常范围，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好，正常范围表示爸爸的血压是正常的，但是爸爸的血压是低于 lower than， 所以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爸爸的身体。所以各位同学，老师建议你，如果你跟爸爸妈妈一块住的话，特别注意爸爸妈妈的身体状况。希望爸爸妈妈每天可以量血压。好，老师这边在教你怎么样 take blood pressure， 中文用量，量血压。像理查老师的爸爸也是每天量血压。如果呢身体哪里不舒服，量一下血压，看血压是高还是低。太高不行，太低也不行。那么每天你应该要帮你的爸爸妈妈量血压，注意他们的身体状况好，那如果你爸爸妈妈的血压在正常的范围，那你就可以放心了。好，林子说我的老公正在量血压，现在吗？现在正在量血压。好 OK， 好的，当然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每天也要帮自己量血压。当然呢，我们除了说血压，我们也可以说量体温。特别是新冠病毒那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要量体温，对不对？ Take body temperature，量体温，量血压。好，血压机可以，没问题，当然可以。卡姆说，老师，这个机器我们叫血压机，是的，叫血压机宋平说，我的血压是在正常范围，很好。好的，所以这些用法，希望你们听了今天的课之后，你们知道怎么说 take blood pressure，take body temperature。好的，那么我们再来做一题是远低于这个表达的。好，公司 company 今年 this year， 公司今年低于预期，预期就是 as you expect， 预期就是 expect。 好，获利 profit。 好，那各位同学，什么叫获利？就是如果你公司赚钱了，你公司就获利了，就得到多的钱了，你的公司赚钱了，你的公司有获利。如果你的公司没有赚钱，我们可以说那公司今年赔钱了公司今年赔钱了。或者你说更简单一点，没有获利，公司今年没有获利所以如果你的公司今年赚了钱，你可以说公司今年有获利。如果公司今年因为特朗普关税战的关系，你的公司赔了钱，我们可以说公司今年赔了很多钱，公司今年没有获利，所以公司今年好。 Alexander 说公司今年的获利低于预期，预期 as you expected。 好Mandarin 说公司今年的获利低于预期。好 Henny 说公司今年的预期低于预期。林子说获利低于预期都是川普的错。对，我也觉得好，在台湾我们叫川普，在大陆叫特朗普。对，因为今年有很多事情发生，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发布了很多很特别的出乎人意料的一些政策，关税的政策。
所以导致全球的经济不稳定，可能你的公司获利，今年的获利就会低于预期啊。好 ，OK， 好的，希望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哦。好，广告时间，请各位同学现在帮我点赞好吗？订阅老师的油管频道，开启小铃铛。那老师的直播课，你们可以看到每周一、每周二、每周四的晚上9点，欢迎大家准时参加。当然，如果你想支持我，也欢迎你加入老师的油管会员，很便宜哦，1个月只要$2就可以支持我了哦。好，秀珍说，我公司今年的获利与去年差不多，很好的句子哦。我公司今年的获利，一般我们用和就好了，和与通常用在比较正式的地方了哦。和我公司今年的获利和去年差不多，你用与当然也对，不过和我觉得更口语哦，我觉得更好哦。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词汇，高原 plateau， 对不对 ？plateau。deficit 是什么意思啊？我查一下好不好 ？deficit， 我好像有看过诶，但是我忘记了 deficit 是，我看一下 deficit， 哦，赤字，我们叫赤字或逆差哦，赤字或逆差，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哦。通常是国家哦，赤字就是它的这个进口，就是它赚的钱，国家哦，通常是国家没有赚钱哦，因为它可能都买外国的东西，但是别的国家没有买它的东西，那就会产生赤字啊，或者我们中文说逆差，就是你的国家都是去买外国人的外国的东西，但是外面的国家没有买你们的东西，就会产生赤字这个也可以叫逆差哦。好的，我们看下一个词汇叫高原。高原，好，那高原是一种地形，高原是一种地形。好。这个不晓得地形啊，就是说地形有很多种，像有平原，就是像还有这个草原 grassland 平原，可能还有山也是一种地形，对不对？山或者有一些地形呢，就像你现在看到的高原，它是海拔 sea level， 海拔很高。地势它虽然海拔很高，但是它上面是平坦的它的海拔很高，但是它上面是平坦的所以高原是一种地形。那我们常见的地形还有沙漠，沙漠也是一种地形。像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住在平原的地形平原的地形通常平原的地形会有很多大城市那这个所以各位同学不晓得你住在哪一种地形像高原也是一种地形。我们常听到的高原有什么呢？像这个西藏高原，对不对？ Tibet 西藏高原很有名西藏高原。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牦牛。好，什么是牦牛呢？就是一种在高原上特有的一种牛，牦牛。好，这个可能你看到这张照片就知道牦牛是什么了好，牦牛是什么动物了好，牦牛是高原上常见的动物。好，常见表示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牦牛是高原上常见的动物。
你在高原这种地形上常常可以看见牦牛。好，对，西藏高原哦，西藏高原。好，卡姆说他住在海拔很高的地形，是不是？卡姆，你的意思是你住在海拔很高的地形啊？秀珍说我住的地方是平原，很好的句子，我住的地方是平原啊。好，通常大城市都会在平原上哦。好的，牦牛是高原上常见的动物。那不晓得各位同学知不知道牦牛这种动物哦？那这个在台湾我们可以叫犁牛，其实是一样的动物啊，在台湾叫犁牛啊，犁牛跟牦牛是完全一样的动物，只是它的名称不同。好，高原上的空气很新鲜，很好的句子。那这个牦牛这种动物啊，或你可以说犁牛啊，犁牛啊，不是那个犁啊，林子是这个犁啊，这个犁才是对的啊。好，牦牛呢还有另外一个名称，我们通常会叫牦牛高原之舟，好像在高原这种地形上的船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牦牛它在高原这种地形上，它的行走很快它的移动速度很快，因为牦牛已经适应了高原的地形，所以它可以在高原上行动自如。所以高原之舟，它指的动物就是牦牛可以。卡姆说我住在一个港口城市。好，所以卡姆你只要说我住在一个港口城市就可以了有这样的一个词叫港口城市好 OK 没问题。好，那么我们来做题目。好的，他想要探索自我，因此好，因此就像英文的 as a result OK 因此好，就像所以的意思一样 so OK 好，他想要 wanted to 探索这个词一定要记起来，叫做 explore。 我们想要去探索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其实你不是那么了解自己，你可能想要探索自我，自我就是 yourself self。 所以各位同学，有时候当你长大之后，你发现你并不是这么了解自己，你就会想要去探索自我。探索自我的方式很多，有的人会通过旅行，有的人会通过学习，有的人会通过跟别人交流。探索自我的方法很多，有的人会去冒险，有的人会去读书有的人会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来了解自己到底是谁。所以你想要更加了解自己，发现自己，我们都可以说探索自我。好，林子说高雄是港口城市，很棒的句子，非常好，的确高雄是一个港口城市。好，因此高原西藏不是西藏好，这个是多音字我们要念西藏西藏好，旅行 take a trip。 独自，好，独自就是一个人没有别的人陪着你 alone 独自，或你可以说一个人，它是个副词好，到就是 like go to reach arrive OK 好。秀珍说她想要探索自我，因此独自到西藏高原旅行。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你必须在那里过新的生活，你必须在那里认识新的朋友，可能你会通过这些经历，你发现了自己是谁。所以很多人在探索自我的过程中，他是去一个新的国家，去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认识从来没有认识没有见过的人，或者在那边谈一个恋爱，这个都是探索自己很好的方法好，林子说在高原上没有氧气你
你可能会窒息，对不对？好，这个中文老师教你一个词哦，叫窒息，你可能会窒息啊。窒息的英文是什么 ？suffocate， 是不是 ？suffocate， 窒息就是你没有办法呼吸了，没有空气啊，没有空气 ，there's no air， 没有空气，所以你可能会窒息，没有办法呼吸，窒息啊。好，秀珍说可以说旅行亲西藏高原不行，我们要说到西藏高原旅行，好，到西藏高原旅行。我们不说旅行西藏高原不行哦。好，断气，断气跟窒息是不一样的。窒息是因为没有空气，你没有办法呼吸到空气，你会窒息。断气表示这个人可能已经快要死了，断气表示他快要死了。如果他断气了，他就死了。他快要断气了，那表示他快要死了。断气其实就是没有呼吸了，这个人死了啊，所以断气跟窒息是不一样的意思啊。好，有人说高原的天很蓝，可以，高原的天空很蓝。沙漠这个图可能不够清楚了啊，这里应该也不是沙漠啊。好，沙漠就是那个像非洲有很多沙漠的地形，对不对？撒哈拉沙漠。对不对？好，那有很多国家是有沙漠地形的啊。好，那各位同学，你是不是也想要探索自我呢？每个人探索自我的方式不一样，其实学习中文也是一种探索自我的方法啊。好，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明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如果你喜欢理查老师说故事给你听，欢迎你明天准时9点台湾时间的9点参加老师的直播课，我们明天见咯，拜拜。